薰衣草总是让人联想到阳光、田园和自由自在的生活，它的清香总是能让人心情愉悦。不仅如此，薰衣草还有助丰富的用途，从美容护肤到烹饪调味，它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美丽的花朵和香气。在这篇文章中，我们将为您介绍薰衣草的种类、栽培、收获、保存以及使用方法，带您一同探索薰衣草的芳香世界。薰衣草是一种美丽的多年生灌木植物，属于唇形科，主要分布于地中海沿岸地区。它的花朵通常呈蓝色、紫色或粉色，芳香浓郁，可以制作成精油、香水和芳香袋等产品。在历史上，薰衣草一直被人们用来治疗焦虑、失眠和压力等问题，它被认为是一种自然的镇静剂。在种植薰衣草之前，我们需要选择合适的品种和生长环境。德瑞克薰衣草是一种适合初学者种植的品种，它耐旱耐寒，生长快，但遗憾的是在台湾不易开花。在栽培过程中，我们需要注意土壤排水性、阳光充足度和适当的剪枝，这些因素对薰衣草的生长和花期有着重要的影响。当薰衣草开始开花时，我们可以进行收获，将花茎剪下，放在通风良好的阴凉处晾干。待完全干燥后，可以制作成各种产品。薰衣草可以制成芳香袋、香水、精油、香皂等产品，也可以用于烹饪，为食物增添清新的芳香和味道。薰衣草的使用范围非常广泛，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香草。接下来介绍关于薰衣草的历史。薰衣草的历史悠久，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，人们就已经开始使用薰衣草了。当时，薰衣草被用来制作香水、沐浴剂和膏药。薰衣草的美丽和芳香吸引了许多人，被用来制作饰品和装饰物。到了中世纪，薰衣草被称为神圣的草药，被用来治疗各种疾病。在16世纪，薰衣草被带到英国，成为当地非常受欢迎的花卉。到了19世纪，法国开始种植薰衣草，并且将薰衣草用于香水和精油的制作，成为了薰衣草产业的开端。如今，薰衣草仍然是非常受欢迎的香草之一。除了用于制作各种产品外，薰衣草还有许多其他的用途。例如，薰衣草可以用来制作茶饮，具有镇定和放松的作用。薰衣草也可以用来制作香氛蜡烛，让家居充满清新芳香。此外，薰衣草还可以用来制作美容护肤品，有助于保湿和抗氧化。总之，薰衣草是一种非常优雅且多功能的香草，不仅能够为我们带来美丽的花朵和清新的芳香，还能够为我们的健康和生活带来许多好处。如果你还没有尝试过种植和使用薰衣草，那么现在就是一个开始的好时机。此外，薰衣草也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观赏植物，它的淡紫色花朵在花园中绽放，不仅美丽动人，而且还能吸引许多有益的昆虫，如蝴蝶和蜜蜂，为生态环境做出贡献。在薰衣草的使用历史中，除了上述的古代使用方法之外，薰衣草在现代医学中也有广泛的应用。研究表明，薰衣草精油拥有抗菌、消炎、镇痛、镇静等多种功效，被广泛应用于皮肤炎、烧伤、咳嗽、失眠等症状的治疗中。此外，薰衣草还可以缓解焦虑和压力，对心理健康有一定的帮助。繁殖薰衣草并不困难，只要注意一些基本的栽培技巧，就能在家中轻松种出美丽的薰衣草。希望这篇文章能够让大家更加了解和喜爱这个神奇的植物，也希望大家在品尝薰衣草的香气时，能够感受到它带来的舒适和放松。关于薰衣草的栽培繁殖，首先，薰衣草适合在充足阳光下生长，因此应该选择光照充足的位置种植。其次，薰衣草对于土壤的要求比较高，建议选择疏松、排水良好、pH 值在 6.0 到 7.5 之间的土壤。如果土壤偏酸，可以添加石灰或钙肥；如果土壤偏碱，可以添加硫酸铁等酸性肥料。此外，薰衣草需要适量浇水，但是过量浇水容易造成根部腐烂，因此应该适量控制浇水量，保持土壤略微潮湿即可。最后，建议每年进行修剪，保持植株整洁，也有利于促进植株的生长和开花。扦插繁殖是薰衣草繁殖的一种常见方法。以下是详细步骤：1. 在春季或夏季早期，
从成熟的薰衣草植株中选择健康的，长约5公分的顶芽茎段，剪断淤结的下方。2. 剥去茎段底部的叶子，只留下最上方的2到3片叶子。3. 把茎段放进种植容器中，填满通风良好的肥沃土壤。4. 保持土壤湿润，但不要太湿，以免茎段腐烂。5. 把容器放在阳光充足、温度适宜的地方，避免暴露在强烈阳光下。6. 等到茎段长出新的叶子和根部后，就可以移植到花园中或继续在盆栽中培养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扦插时要选择健康、无病虫害的植株和新鲜的茎段。如果茎段不够长，可以把它们放在生根剂中浸泡1天，有助于促进生根。此外，在移植茎段时也要小心，以免损伤新生的根系。关于薰衣草的品种，食用的薰衣草品种主要是英国薰衣草 Lavandula angustifolia， 也称为真正的薰衣草或常春藤薰衣草，因为它们的花朵香气浓郁，而且带有柔和的甜味，非常适合制作茶、糕点、甜点等食品。而观赏用的薰衣草品种则有很多种，如德瑞克薰衣草、西班牙薰衣草或头状薰衣草或法国薰衣草 Lavandula stolchus， 它们的花朵形状、花瓣颜色和植株形态都不同。台湾常见的有4种，例如羽裂叶薰衣草、甜薰衣草、齿叶薰衣草、真薰衣草，都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选择种植。在台湾的气候环境下，适合栽培的薰衣草品种包括德瑞克薰衣草、英国薰衣草、西班牙薰衣草、甜薰衣、狭叶薰衣草等，因为它们都耐热、耐旱，适应性较强，生长速度也比较快。当然，栽种的时候还是需要适当的管理和保护，例如避免过度浇水、控制病虫害等。西班牙薰衣草和狭叶薰衣草是观赏用的品种，而德瑞克和甜薰衣草则比较适合用于烹饪和制作芳香袋、精油等。在台湾的气候条件下，栽培西班牙薰衣草和狭叶薰衣草较为容易，因为它们较能适应高温多湿的环境。若要栽种德瑞克和甜薰衣草，则需要更严格的管理和护理，因为这些品种对温度和湿度的要求比较高。我的成功经验是栽培在树下较为凉爽之处。在种植过程中，要注意选择适合的土壤和肥料，定期修剪和施肥，以确保薰衣草的健康和生长。德瑞克薰衣草在台湾确实相对容易栽培，但是因为气候与生长环境的差异，可能会影响其开花情况。虽然德瑞克薰衣草的观赏花性较弱，但是其芳香特性仍然非常优秀，可以制作成各种香氛产品，也可以用于烹饪。除了德瑞克薰衣草，台湾也有其他适合栽培的品种，如西班牙薰衣草和狭叶薰衣草及甜薰衣，这些品种在台湾气候下也可以开花。以上是我个人的栽培经验，如果想栽培薰衣草的话，大家要依据自己所在地区去选择调整。我个人主要栽培的品种是德瑞克薰衣草，选择它栽培的原因是叶子后收成较丰厚。今天分享的内容，希望这些栽培技巧能够帮助到想要种植薰衣草的朋友们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给你的朋友。谢谢收看，下次再见。